195这种非常短、非常快的赛程，阵容真的很重要。我觉得 BP 应该不会跟年总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，版本其实调整的并不多。来到 BP， 蓝色方上海 NGM， 红色方 XYG。 而且是同赛道队伍，同级别队伍的一个交手 ，KPL 赛道和 K 甲赛道的一个对抗。来看一下，先搬苏烈。对 XYG 还是挺了解的，他们是比较喜欢用苏烈去打这样一个对抗的。曹操搬掉，鲁班纳什、盾山都在外面。大司命搬了，还有沈梦溪、海月、沈梦溪、盾山、鲁班纳什在外面，抢哪一个？ 哦，空尔，这样的话就要看 XYG 要不要把公孙离给出了。三仙归洞，游子位的话还有2个，要么就直接盾香。但盾香的话，其实有点被空尔给克制。鲁班纳什加吃叉，机关是数字，而且吃叉这个位置的话，可以进行摇摆的，可以走对抗，可以走射手，甚至打野。对，3摇摆，公孙离自己拿。 这公孙离主要是为了不让 XYG 这边去选的。中路位置直接补个女娲，其实女娲一出来，无论是支援还是中后期的强度都已经支撑起来了，也能够跟空儿去打一个 combo。一个上去大招打一点控制，另外一个大招去打出高爆发，直接父子，很自信啊。 其实父子面对到对面的空儿加女娲的话，其实没那么好打，容易被控。女娲好在有个链子，裴金虎直接搬掉，就自己的前3手确实太弱了，得稍微搬一下对面前期强势的打野。海诺为空儿搬的，安建可能得考虑处理一下火舞，或者说嬴政这种强开的或者手长的。对，关羽搬掉。 还是为鲁班7号班的狂铁，看一下 XYG 的最后一手，哪吒都是围绕着这个7号去做布阵的，主要是哪吒也进行了一些调整。新版本哪吒是非常强势的，他4技能够看所有人的视野。蒙恬 ，NGM 最后的2个班位是给到了狂铁和蒙恬啊，2个强势边路。 这阵容，这个赤叉还在摇摆，打野或者对抗。中路位置补个小乔，高爆发，针对公孙离，而且打空儿也很好用，也能补一手爆发。小乔大招它是无视你的灵活，直接锁定你，只要你在这个范围内。那这样的话，大概率 XYG 最后可能会补一手弹野啊，这个赤叉可能是走对抗路的。镜加夏洛特。 这手镜没有搬掉，确实也是有点意外啊。镜打父子组合，主要是他没有着急出的原因，是因为 XYG 的中单没有出，因为外面还有一手海月，所以说等你4楼确定血条之后，我再选择把我的镜给选出来，就没有什么特别怕的人了，而且比较好切小乔和鲁班7号。达摩选达摩的话，就是吃叉走到打野了，那这个阵容其实缺乏前排，站视野的话不太好站。 而且本来面对到的就是空儿的一个开团，这把其实 XYG 的河道视野是非常难抢的。反倒是 RNGM 这边，这把镜可能会去做一个换肉，毕竟有空儿的一个照视野能力，他们开团新手是会非常强的。第一局阵容出来，其实我会更看好上海 NGM 的阵容一点，因为这个镜一拿出来打父子确实是比较好打的，而且在后期是拿了一个女娲去撑强度，而且 XYG 这边并没有很多的一个反手点，可能就是鲁班大师这把得偏保一点，等 RNGM 的第一波团看完之后，大招得留给进场的镜或者说夏洛特，对，小乔的2技能可能也得留给进场的人，以及就要看达摩的这一把的一个出装。 现在其实肉装达摩还挺多的，不知道这一把白芝达摩的一个出装是怎样的一个情况。我觉得这把达摩确实得肉一点，他可能这个角色承担的更多是团战以及开团控制这个点嘛。因为吃叉肯定是做不了肉的，对，因为现在吃叉打野的话，通常来说第一件都是暗影战斧的那一套出装，前期爆发会比较高。他得承担一个拆火的位置，如果说他出城市出的话。 他切对面其实有点不好切，像女娲的手确实太长了，而公孙离又是
多段位移非常灵活，他不好找。夏洛特也有霸体，镜也比较好去躲他。这把达摩可能更多的是确实是线上加上拆火了。第一把来看的话，前期的 XYG 是比较弱的，RNGem 可能得尽可能抓住前期的一个强势点，稍微针对一下 XYG 的野区了。我觉得 XYG 这个阵容它强中轴稍微好一点，小乔的抢线确实比女娲要快一些，2个1技能就把第一波中线给抢完了，看他怎么动。主要是河道视野对于 XYG 来说是个大问题。对，第一把 RNGem 选择的阵容还是比较偏主动的，无论是这手空华加公孙离，还是说最后4、5罗选择的镜，对于对方后排都有很大的威胁。上海人 GEM 这个阵容，我们主要就看他如何去切死对面的鲁班7号这个大核心。但 XYG 这把也是其实它是一个3核，叱咤、小乔加上鲁班7号，输出点相对来说也比较多。就如果拖到大后期 ，XYG 肯定是有一战之力的，有机会。就看秦荣期怎么能够撑过去。但这把镜在进场之前，肯定是会让空皇儿和女娲接一套 combo 的。就鲁班7号大概率不是一个满血的状态，所以说这把赤诚的进场会很舒服，肯定有队友跟他去做一些消耗的铺垫。对，而且还有一个夏洛特呢。是的，他和夏洛特要进行一个双进场去切入。挑杯的第一场比赛第1局就拿了这些非常吃操作的英雄，这是对自己绝对自信的一个体现。就第一把其实两边放出来的T0英雄非常多，像盾山、鲁班大师、空华都放了，3个里面两边各选一个。看到9库的空华召唤师技能也是选择带的晕眩。这手晕眩可能更多的是增加他的一个团战开团成功率。现在空皇带晕眩还是比较多的，就是第一件，然后直接可以做一个兵甲，加上自己的大招的话就是3段控制，还不包含队友的一些技能的 combo。一旦是对面鲁班7号没闪的情况下，这个空皇想要去开到他也会比较简单了。是的，就基本上就是看到空皇的换位的那一刻，可能链子就要点回去了。而且得防一下女娲的矩阵以及镜的一个进场。马上要来到双方编舞的第1局对决，第1局对于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，这也是打好气势的第一战。上海人 GM 的选择都是这种偏操作型的英雄啊，而 XYG 这边的阵容看起来就更稳扎稳打一些，看谁能先下一城。北岛会更看好哪支队伍一些？我更看好上海 RNGem 一些。这个阵容是吗？是的，也是期待一下他们在局内的表现。蓝色方上海 RNGem，红色方 XYG。大家好，我是本场解说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北岛。哇，这边白纸有点错误的低估了对方伤害呀！本来就是已知对面换线的情况下，其实就可以直接2技能不打完就走了。他是顶着公孙离加空华2个人的伤害，想硬吃这波线到达2级，然后再叫1技能闪现再走，但肯定是来不及的呀。我估计白纸是预判到了自己这波其实走不了了，不如就把线吃完。好在闪现最终是没交的。这其实就能看出来 RNGem 他们1级的一个换线的布置。公孙离直接是走对抗路，因为前期的夏洛特打达摩的话，其实没那么占优势，但一旦换线的话，夏洛特这边也可以扛压，自己有1、2可以去清线。这样换线的情况下 ，RNGem 拿到1血，他们公孙离这边的优势就非常大了，上路的资源可以全吃。XYG 后续得小心一点了，都是3人过来抢中，但女娲抢中的话，毕竟有矩阵的。可能限制到对方清线的一个速度，而且叱咤其实前期没厉害，得稍微等到暗影战斧出来之后。这波中线还好是有小乔在，抢的速度也不会慢太多。但是河道视野确实有空皇在 ，XYG 是非常难抢的。但1v1夏洛特打鲁班7号的话，夏洛特这边其实是占优势的，特别是到4级之后，所以说鲁班大师得时不时的去靠发育路这边。
现在看到是赤诚的第一视角。这把也是一个输出流的进，这就更考验对面父子的一个团战找机会输出的能力了。XYG 也没有选择去追对线。那这样的话，会导致他们的上下线全是劣势线，只有中轴小乔的一条线是优势线。可是抓边，由于对面有这个河道视野，他们也很难抓。主要前面因为是公孙离这边拿了1血，所以说他可能想的是，如果再次把鲁班笑换过去，他也打不过这个拿了1血的公孙离，还不如稍微就先稳一下经济，确保自己对阵发度的经济是能够完全吃到的。是的。 可能就要准备4分钟龙团了，但那波其实 XYG 可能得考虑一下，因为那波大概率吃杀这边是做不了暗影战斧的，所以说那波龙可能就要考虑换不换了。本来前面父子的装备就经济不够高，对，出的就会比较慢一点。对，所以说得小心一点。那波龙团可能 XYG 来说最好不要去接，RNGEM 肯定是要主动去打的。不过射手对位也是落后了300。 因为前面的1血以及一些中立资源的控制，现在让上海 RNGEM 领先到了将近1500的一个经济，其实非常多了，才3分半的一个时间啊。公孙离那一波大概率是有电刀的，常规来说，其实有一件电刀在4分钟就已经经济很高了，他还有个直鞋子。接过来想要强切，小杨的位置根本就没有人去接他呀。这其实就我前面说到的，你如果让鲁班笑跟夏洛特自己玩，鲁班大师一定得靠。 你不靠的话，中路看到鲁班大师漏视野了，下路因为女娲的一个优势，直接过来支援，拿到了第2个人头。感觉这2波上海人 GM 出节奏都是朴实无华，就上来很云淡风轻的就拿到了人头。就今天明显能看出来 ，XYG 进入了休赛季之后，他们的状态有点不太对。是的，无论是磨合还是说整体的哎，这波抓到状态机会了，小乔吹起来，人头让秋月的吃叉拿到。这波是小七的闪现开团，是把九库这边本体给拉回来了，配合小乔的一套 combo 完成了击杀。因为确实九库在前面这几波都看到他的视野给的是比较靠前的。对，就如果 XYG 已经选择了一套父子阵容，你就得围绕着父子去打，你不能说每波都让他一个人清线一个人玩。是的。就本来打我这边已经是一个劣势线了，一定要照顾好鲁班7号的这一条路，后面就一定要多管一下他。 一套阵容如果说双线列的话，基本上就打不了了，肯定是得要保一路的。好在这波击杀掉九库之后是止了一波损，追回了一点经济。刚才那波如果没击杀掉九库的话，现在经济差应该是2000多了。但对上海RNGEM来说完全能够接受，因为死的是一个辅助，且这波也是换塔节奏直接完成了。是的，看到白之低剑做的是兵甲，那这把就是当一个开团点来用了。对。 上墙，但是毕竟是一个偏肉装的打抹，伤害肯定是不够的。这波还是比较赚，没有用任何的召唤师技能，就直接打掉了对面打野的大半关系。刚刚如果再靠近一点的话，可能配合小乔的伤害是有机会能杀的，还是要去加强沟通。公孙离把下一塔给点掉，这样的话 XYG 的双边塔直接被 RNGEM 给破掉了。是的，实时预测。 02英凯、北岛和我都是看好了上海 RNGEM 这套阵容，确实是切鲁班7号比较好切的一套阵容啊，把镜、女娲都放给了对面。现在 XYG 就只能打半途了，中东拳的话在上海 RNGEM 这边，后续的话其实 RNGEM 可以考虑进一下 XYG 的野区，因为双边塔已经破了，而且公孙离的经济其实一直都是一个1号位的存在，他现在战斗力是非常强的。 看下一波了，现在暂时还没有进到野区的节奏，因为当时下路位置拿完了优势之后，紧接着是辅助掉点，导致节奏稍微断了一下。空皇一过来就直接能够劝退到 XYG 这边想抢视野的人。是的，打磨直接上墙，配合到小乔的一套爆发加兵甲，直接秒了，人头让小石的小乔拿到。哇，这一波白智的开团非常不错，他是。 朴实无华的一技能过来，大招上墙，再接兵甲。我觉得这2个头啊，双方都是很朴实无华的，走过来就拿了，都没有交闪现。是的，感觉首先是今天咱们的一个状态，还是要稍微去调整一下。
什么意思？XYG 这个8YG 的称号还没有摘掉。就毕竟可能相较于以前，大家可能在下午或者晚上开赛的时候，可能有休息的时间比较久，但一定要调整好这种哎，找早点开到了赛的一个状态。白直，疯狂儿直接开大招，鲁班大师也给链子把白直接了回来。公孙离现在不在正面的话，伤害肯定是不太够的。嗯，好在前面 RNGM 领先的够多，现在还是领先了将近2000。是，但对 RNGM 来说，他们想做的是怎么能够进到野区，但是这个河道两边的视野 XYG 是一直没有放的。这 XYG 想的很简单，你虽然有空扩儿能够挤河道视野，但是我达摩直接不清线，我用达摩的这个状态来看，每次一技能进草，只要人在里面直接大招，然后如果打不起来，我再回去清这波后线，就跟这波一样。这就是 XYG 现在抢中的一个策略。包括他们这个阵容的 combo 衔接起来控制时长确实会比较久啊。而且肉装大师大达摩，招达摩加上这个小乔的2，而且肉装达摩其实进草就算连探草了也没那么容易被秒，它是有容错的。这波双方镜像带线，扩大半途把变成龙，是 XYG 先动的，赤城已经看到了，要不要过去抢？队友已经都来了。稳了一手，想要去接团战，空花大招先卷，但鲁班大师有链子把队友接了回来。这波其实 XYG 我觉得时间点把控的很好，嗯，正好卡在了第2条暴君刷新的时间，直接原地把龙给摸了起来。但是对于安将来说，其实在优势的那一边，他们不应该放这条龙的。而且这把感觉河道视野安将站的不是特别的明确，节奏相对来说比较慢，可能前面2个人头主要是靠操作打出来的，对但是由于先看这一波，这边是女娲假装3技能落地，小乔这边被迫开启了大招，想去做一个集火。这一波红区其实可以有机会挤啊，赤叉在下路已经露视野了，但是 RNGM 这边提前量并没有做到特别好，这波再进来，赤叉已经要赶过来了，要强进吗？主要前面女娲的大招已经交了，而且鲁班大师在这个口子给卡着，谁过来的话可以直接把团给开起来。是，这样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，我对于 XYG 来说是非常能够接受的。就3分半的时候一直是1500的一个经济差，现在马上10分钟了，还是2000，相当于没什么亏的。保持住了。这样就要看10分钟的龙团了。10分钟龙团的话，我觉得对于 XYG 来说是有一战之力的。赤叉这边经济7500，而净现是6800，赤叉的经济是完全反超了净，下路位置对位差不多领先900左右。赤叉反倒是在中期一直抢线的阶段，他是一个人吃了很多的兵线的。但赤城每波可能想的更多的是要来中路找机会打架，所以说他吃的钱不会有秋叶那么多。对，上路位兵线运得非常好，樱花这波要过来接这波团。这波还是得看赤叉的 L 草的位置，看到了对面的镜，在叠被动，传上型的2技能，打了近1/3的血量。龙这边被 XYG 拉过来，能秒吗？看这条龙究竟是谁的？镜抢到了，赤城抢到了，同时樱花的位置也找到了对面赤叉，先把赤叉给秒杀掉。还在换位，能操作吗？肉达摩是没输出的，换位再过来也没技能了。最终是被上海 RNGM 打了一波1换2。哇，这个赤城的抢龙啊，太关键了。本来 XYG 想利用着仇恨把这条暗影暴君给 rua 掉的，但是被赤城镜直接换位抢掉了，赢下了这波团。一波1换2，包括兵线也非常好，直接把下路2塔给带掉了。这波可以进入到对方的红区。因为其实，在墨龙的另外一边，我们能看到秋叶已经在利用这个烧鸡在叠被动了，而且是打了近1/3的一个血量。这个时候想 rua 龙，这个时候直接进过来一个小走位躲掉了小乔的2技能，抢完之后才被达摩上墙。这波感觉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鲁班7号这边，龙的位置全部都放掉了。达摩其实是想去控镜的，但是第一时间已经晚了，且小乔这个1技能他释放的方向是出现了一点问题，就把镜的注意力集中的太多了，都想在等镜。小乔的技能是给镜的，达摩的技能是给镜的，赤叉这边在叠被动也是等待镜的一个进场，导致没有多余的人去准备后面的公孙离和夏洛特。阵型直接被拆散了，打的就相对来说比较慌乱嘛。对，包括空华进场是没有什么人能够管的。所以说后续 XYG 打团还得把阵型给摆好，尽可能不要很多人站在前面。但这条龙亏了之后，导致他们的经济已经落后了大概5000到6000左右了。润润和赤城的一个实时经济排名排到了第1、第2。顺势把这条很高暗影主宰控下，现在就可以开始稳步的推进了。
从一开始保持2000经济到瞬间拉开到了6000左右经济，这还是非常快、很夸张的，因为已经接管了 XYG 的野区。高地前的话，还是得看达摩的这个一闪上墙能不能命中，以及跟小乔的2技能能不能接一套配合 combo。他前面都是配合的好。哎，这波是把市场的大招给逼了出来。哎呦，现在公孙离和女娲的这个技能消耗配合，会让 XYG 后排真的吃不消。而且女娲一个你在被大半血，消耗惨之后，你得小心禁用分身换位，直接过来把你给秒了。是的，这种 combo 是很容易接的。对，而且现在经济优势有越塔的这个可能性。下位置龙已经过来了，鲁曼7号链子用完，那下路的塔可以直接破。再转中高，中路龙兵应该是能够被 XYG 清掉。还行，这波我觉得就是放了暗影先锋的情况下，只推掉了 XYG 一路高地，我觉得对于 XYG 来说是能接受的，能够拖延一点时间。下一条暗影暴君，我觉得 XYG 最好还是不要去看，再拖一拖。现在的鲁班7号的装备还不太够。鲁班7号现在后面要把防装补出来，你觉得他补哪个防装比较好？是不强还是魔女？下件末世的话，我感觉应该是卡在 RNGM 暗影暴君差不多拿完的一个节点，可能他防装都不太能做出来。那波 RNGM 可能不太会给他机会。而且小乔这把由于对方有很多开团的原因，他补了一个辉月，所以说他的装备其实也没那么好，本来就穷，还又得补辉月，是的，而且也得去做一个梦魇，去降低对方的一个回复。前期小乔真的就还好，他的一个基础的爆发是能够达到去秒人的，但现在经济落后了，这个装备想要和达摩配合秒人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，容易被对面逃脱掉。是的，第二条暗影暴君，而且润润的公孙离已经神装了。他最后一件补的是不祥，容错率非常高。是的，这样的话可以等下路超级兵进去的时候，直接给对方中高的压力。这波其实可以压中高，下路是有2波超级兵的，近或者夏洛特在侧面，随便用分身给点压力，可能 XYG 这波中高就要给了。中线来了，而且是3线直接不守了，中塔直接放，选择手上。那下波再等一波，上路高地也得掉。就跟这波一样的推进方式，就中路兵线进来的时候，镜或者夏洛特在中高地的残骸这边卡着，上高也得放了。3路兵线，但是只有2路进来，下路兵线没清。不过这波上高 XYG 也是非常难守的，救赎九库这边换了一个救赎要开了，这个塔直接放了，只能放了。那安健不着急了，把线一断，开下一条暗影主宰，下波就可以尝试一波了。主要是10分钟的那波龙团 ，XYG 没有处理的特别好，而且龙是被镜给抢了，那一波的决策太伤了。而且对他们来说啊，打 K 甲之前的比赛，如果说一波龙被对方抢了，其实节奏相对来说偏慢，还是能够往后拖，有更多的机会。而 KPL 队伍他们打的节奏是更快的，一旦拿到了一个龙的优势，它的经济是瞬间拉开，掌管你所有的野区，每一座防御塔，导致你的这个现在这个经济差去碰团战有点碰不过。已经拖不到一个大后期了，还是要去适应跟 KPL 队伍的一个节奏。这波3路的超级兵加一条大的暗影先锋，把暗影之镜放在了中路。看来是想要直接结束比赛了。要看鲁班大师和达摩这边康姆怎么接了。是的，看 XYG 怎么保。夏洛特这边利用冰铁个被动进换位，但第一时间没有用大招进场，空管要开起来，进来了，杀直接被秒。视差被秒之后，小乔辉月出来还是被打成了一丝血。再换位有一条大的龙兵，达摩想要上墙，没上墙成功。达摩也倒，鲁班7号还活着，但是被兵甲冰了一下，有链子，可是龙已经进到了水晶，点水晶让我们恭喜上海 RNGM 拿下第1局比赛胜利。虽然说这一小局两边前面都有一些小失误，但是好在最终是被